嗨，大家好，我是艾尔文，欢迎回到艾尔文的生活记录频道。说到来自美国的经典品牌 Fender， 有在玩电吉他的人就一定会知道，它的创办人 Leo Fender 在电吉他还有吉他的音箱的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最初在1938年的时候是以维修收音机等的音讯设备来去起家的，公司的名称叫做 Fender Radio Service。后来在1946年的时候才转型成为音箱还有乐器的制造商，改名成为 Fender Electric Instrument Company。那其中他们家的 Fender Stratocaster 是全世界最受欢迎、被模仿最多次的电吉他的型号之一。那大家耳熟能详的英国老牌音箱 Marshall， 它其实跟 Fender 也有一段的渊源。Marshall 起初的时候，它是一个专卖爵士鼓的小店嘛。那个时候英国的乐团们他们所使用的音箱都是从美国进口的 Fender， 那所以就有很多的乐手去跟 Marshall 的老板，也就是 Jim Marshall 去敲碗。他也因为当时的市场需求，才着手推出了自家的喇叭。那他们当初就是选择直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改造当时最红的音箱 Fender Bassman。所以 Fender 它是一个开创历史的狠角色，现在也与时俱进，开发了很多面向个人的消费电子产品。那今天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其中一个由 Fender Audio 所推出的 Riff 蓝牙喇叭。Riff 它采用的是一种经典还有现代元素搭配的设计风格，机身是以铝合金为主，它具有 IP54 的防尘防水能力，所以你要带去海边、带去开趴、露营这些都不是问题。大面积的黑色网格这边，它其实是由很多个细细小小的吉他的 pick 开孔所组成的，然后中间这边它有一个草写的 Fender logo， 那上面有一个银色的饰条，用来衬托出顶部的枫木触控面板，在面板这边它有随着触控的每一个区域去做出一个波浪的造型，那这个灵感就是来自于吉他的情景。那更特别的是，每一台的 Fender Riff 它的木纹都是独一无二的。在触控面板上面，你可以去控制它的音量、bass 还有 treble 的 EQ， 可以用滑动或者是点按的方式来去进行增减。那如果说你长按中间的文字的话，就可以回到预设值。这个是取代旋钮的一种现代化的操作方式。然后下面这边你也可以看到它有电量的显示，通话的时候可以静音的 mute 按键。对，这款喇叭它是可以用来进行通话的。在两侧它有内建麦克风，然后中间这边它有播放暂停按键，它是没有办法去控制上一首下一首的，这个的话要透过手机来去操作。后面还有一个 Party Mode 的连接按键，让你可以去连接多台的 Fender Riff， 你要从2台、3台，甚至连接到最高的99台的串接都可以。那在侧边这边它采用的是一个可以拆卸的手提袋，那固定的方式就跟吉他的背带一样，是扣在一个钉子上面的。那比较特别的是，看到它的背面这一边 Riff 它是一台可以作为 M 的蓝牙喇叭，它有内建一个 6.3mm 的插孔，你可以直接的接上你的电吉他或者是 bass， 同时还是可以透过蓝牙的方式来去播放音乐，然后你就可以使用 Riff 它专属的一个 app 里面的混音功能，去调整音乐还有吉他的音量大小。那如果说你觉得吉他的音量太小的话，你可以打开 Boost 的功能。那背面这边它还有保留了一个是 3.5mm 的 aux 有线接口、USB Type-C 的充电接口以及开关的按钮。那你每一次开关机或者是连接上蓝牙的时候，它都有一段优美的吉他声，感觉工程师就是一个热爱吉他的文青。音质的部分，音源的品质越高，它的表现就越亮眼，尤其是像 Fender 这样子的一个经典品牌，使用者我们会期待说在这样子的一个喇叭上面听到属于 Fender 特色的声音。那 Riff 它采用的是蓝牙 5.2 的版本，连接上完全没有问题，非常的快速也非常的稳定，在看影片的时候实测也没有明显的延迟产生。那支援的音讯编解码格式包括了 AAC 还有 SBC， 那我个人私心是会希望说能够支援更多啦。那如果说你想要更好的音质表现的话，你可以善用后面的这个 aux 的接口，采用有线的方式来去播放音乐。那 Riff 它里面配有的是2个全音域的单体、2个高音的单体，还有2个低音被动辐射器，搭配的是 delay 放大模组，总共出力60瓦，整体的声音听起来是很温润厚实的。它继承了 Fender 的传奇调音，就是任何一种音乐类型透过它播放出来，就是会很有 Fender 自己的音色。那人声的还原度也是蛮棒的，在高音的部分，即使你把 treble 把它开到最高，它也不会刺耳。那低音的出力也是相当的惊人。那因为机身上面你就可以去轻松的去控制它的 EQ 了嘛，所以你可以因应不同的音乐类型来去调整你自己喜欢听的程度。如果说是跟朋友们聚在一起，在一个空间里面要开大声的音乐来开趴的话，那你可以把 bass 开好开满，它的声压非常非常的充
充足。那如果说你今天只是想要在一个小的空间里面播放一点有情调的爵士乐的话，那我可能就会把 treble 调高多一点点，就是你的控制方面是完全在于你，而且是非常方便的。那在 Fender Riff 的这个专属的 App 里面，除了基本的音量还有高低频的调整之外，你也可以去使用它里面有一个叫做 Auto EQ 的自动校正音场功能，它是透过手机的麦克风来去接收喇叭这边所发出来的一个频段来去进行校正的。那以这样子的体积，透过蓝牙的方式播出来的声音，我觉得已经做到非常的优异。虽然说它的金属歌网有延伸到两侧，但是整体最主要的发声位置还是主要集中在正前方这边，所以会比较建议大家把它放置在靠边或者是中高处，让声音可以从上到下，或者是从旁边到中间来去充满整个空间。毕竟这不是一款追求那种左右声道，然后你要坐在中间最佳位置来收听的喇叭，而是一种要让整个空间充满音乐娱乐使用的喇叭。那接着我们就实际的收录一段，然后并且播放给大家听，让大家参考看看。但是仅供参考哦，因为你现在正在听到的声音已经是经过了播放，然后麦克风的收音软体的处理，一定会有所损耗，而且你现在还是在使用你自己的喇叭或者是耳机来去收听，所以仅供参考。So let's take a step in this first dance of kisses and heartbeats, embracing by chance, because maybe fate. The sky is so pretty right now. I wonder if your pretty eyes see it. I need a good love. I wonder if you're ever gonna be it. In a couple weeks I could drive away and you could find another victim. It's not your fault I feel this way, senseless with no direction. 那最后来提一下 Riff 它的续航力，充满电可以来到让人非常安心的30个小时，并且有支援 USB-C 的快充，充电30分钟可以连续播放音乐8个小时。我相信充满电把它带去露营一个3天2夜应该都不是问题。唯一一点要注意的是 ，Riff 它是没有内附充电头的，就像现在很多的手机一样是没有内附了嘛，因为很多人的家里面都已经有了，只是说它对于充电头的规格是比较有要求的，它一定要15伏或者是20伏，然后3安培以上才能够充电。换句话说，就是45瓦或者是60瓦以上才能够充电，因为现在充电的速度还有续航力这些能力越来越强嘛，那充电头这边也势必需要升级一下。那我有实测过，我的相机还有我的笔电的使用的充电头都是可以直接充电的。所以总的来说 ，Fender Riff 蓝牙喇叭它的售价是17980块，一款高阶的蓝牙喇叭。Riff 所提供的是 IP54 30个小时的续航力，支援快充。外观的设计上面有满满的细节，还有最重要的是，它继承了纯正经典的 Fender 音色，你可以当成是一般的蓝牙喇叭来去使用。那对于有玩吉他的使用者，它也有一个附加功能，就是可以让你当成是一个小小的 amp， 在可携带的体积之下，提供有特色的音质，还有吉他的可玩性。无论你是想要玩音乐，或者是单纯的想要享受音乐的人都很适合。那有兴趣的朋友们，欢迎去实际的试听看看。所以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如果你们觉得我们做的还不错的话，欢迎帮我们按赞、留言、订阅、分享，对我们会有实质意义上面的帮助。我是艾尔文，我们下一部影片见，拜拜。